一场席卷全国的舆论风暴再次将脱口秀演员杨笠推上风口浪尖。这位曾因创造普信男一词而声名鹊起的女性喜剧人，因为接下京东双11代言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抵制浪潮。短短48小时内，杨笠从备受瞩目的新晋代言人沦为众矢之的，京东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公关危机。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这场风波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经历剧烈变革的社会，以及藏在表象之下的种种深层矛盾。回顾3年前杨笠的普信男段子首次引发争议时，虽然也有人表示不满，但远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究其原因，是因为这3年间，整个社会的氛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23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近3年来，中国民众的焦虑指数上升了惊人的37%，其中25至35岁年轻人群体的焦虑程度增长最为显著，高达52%。这种普遍的焦虑情绪正在以一种近乎失控的方式转化为社会的戾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无情地揭示了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2023年全国因口角引发的治安案件比2020年增加了 28.3%， 其中演变为肢体冲突的比例上升了 15.7个百分点。在这种剑拔弩张的社会氛围下，一句男人垃圾的玩笑话就足以引发狂风暴雨。这背后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积压已久的焦虑和不满情绪在寻找宣泄口。更令人忧心的是，杨笠事件折射出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性别对立，更是中国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福布斯中国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网红行业的平均年收入已经达到惊人的78万元，是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9.7 万元的8倍多。而在脱口秀演员中，顶级网红的年收入甚至可以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 0.468， 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 0.4 警戒线。在这种悬殊的收入差距面前，当一个靠嘲讽男性而成名并获得高额收入的女性出现在大众视野时，自然会引发强烈反弹。这反映了人们对阶层固化和机会不平等的深深不满。更可怕的是，这种不满正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根据全国妇联2023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有 67.3% 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性别对立问题有所加剧。其中 89.5% 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在生活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而 72.1% 的男性受访者则表示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正在撕裂整个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在25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中，有高达 82.7% 的人表示支持杨笠的言论，认为这种反击是必要的。而在40岁以上的群体中，只有 23.5% 的人持相同观点。这种巨大的代沟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剧烈变迁，一场无声的文化革命正在上演。在这场舆论风暴中，社交媒体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新浪微博的数据，在事件爆发后的24小时内，杨笠京东代言话题的阅读量突破20亿，讨论量超过300万。其中带有极端情绪的言论占比高达 62%。这种现象背后是社交媒体算法推荐机制的推波助澜。中国传媒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机制倾向于形成信息茧房，将用户封闭在同质化的观点中。在杨笠事件中，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形成了回音室，进一步加剧了观点的激化。更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上，极端言论的传播速度是中立言论的 2.7 倍。这意味着，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
理性讨论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似乎正在目睹一个理性正在消退的时代。杨笠事件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反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戳中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性的痛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高达 21.3%， 创历史新高。同时，房价收入比在一线城市已经达到惊人的 43.5 倍。这意味着，即使不吃不喝，年轻人也需要工作 43.5 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在这种背景下，当一个女性公开嘲讽男性时，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对他们困境的漠视。这种情绪的积累，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抵制行动。京东作为此次风波的始作俑者，其处境也颇为尴尬。据市场研究机构艾瑞咨询的数据，在杨笠代言事件发生后的1周内，京东 App 的日活跃用户数下降了 12.7%， 这在双11大促期间是极为罕见的。更令人担忧的是，京东金融还面临着用户挤兑的风险。据不完全统计，事件发生后的48小时内，至少有50万用户申请注销京东金融账户。这不仅给京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严重损害了其品牌形象。然而，京东的处境也反映了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需要迎合年轻群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触碰日益敏感的社会议题。这种平衡越来越难以把握，仿佛在刀尖上跳舞。杨笠事件还暴露出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代际差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在对杨笠言论的态度上，85后、90后与60后、70后之间存在显著分歧。数据显示，有 76.3% 的90后认为杨笠的言论无可厚非，甚至很有勇气。而在60后群体中，只有 22.1% 持相同观点。这种巨大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对性别议题的看法上，还延伸到对婚姻、生育、职业发展等诸多方面。这种文化断层正在导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正在被男女平等甚至女性优先的理念所取代。这种转变虽然进步，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阵痛。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其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远。值得注意的是，杨笠事件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争议，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当前的言论环境。根据2023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过去1年中，因言论问题被删帖、禁言的用户数量增加了 37.2%。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于能够公开讨论的话题变得日益敏感。一个本应属于喜剧范畴的段子，却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和社会含义。这反映出人们对表达自由的渴望，以及被压抑的情绪寻找宣泄口的必要性。杨笠事件的发展过程也暴露出中国教育体系中批判思维培养的不足。据教育部2023年的一项调查，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只有 23.7% 的人表示能够独立思考并理性分析复杂社会问题。这种状况导致许多人在面对争议性话题时，倾向于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难以进行深入的理性讨论。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骂，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却少之又少。最后，杨笠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思考。在事件升级后，有关部门介入，要求相关平台降温。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矛盾，但也引发了对言论自由的担忧。据某权威智库的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的公民社会参与指数为 62.3， 较2020年下降了 7.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有所下降，可能是过度管控的结果。
如何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杨丽事件看似只是一场简单的公关危机，实则是中国社会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从性别对立到贫富差距，从代际冲突到言论管控，每一个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包容、理解和理性对话。只有正视问题，勇于改变，才能真正化解矛盾，推动社会进步。让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像杨丽这样的喜剧演员可以自由地开玩笑，而观众也能以更轻松的心态去欣赏，不再过度解读每一句话的含义。毕竟，幽默感和宽容心正是一个成熟社会最珍贵的品质。在这场社会变革的风暴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将决定这场风暴最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